曼城3-2惊险拿下利兹联哈，不愧是曼彻斯特的球队哈，就主打一个让你无法踏踏实实看比赛呀。在周中对阵勒沃库森的比赛中，瓜迪奥拉对阵型进行大轮转，流利被打联赛。然而联赛对手只是在降级圈附近的利兹联，这未免让人觉得小题大做了哈。你曼城主场打个利兹联，这不还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尤其是开场第1分钟，曼城便领先了，这让所有球迷觉得哈就没啥悬念了，曼城要开始屠杀了。首先，曼城确实在上半场打出了统治级的表现，阵型仍然是4-3-2-1，努内斯和奥莱利呢坐镇2个边后卫，但是玩法又有些许不同。在之前当中哈，奥莱利坐在一侧会前提，努内斯会拖后保持一个3后卫站位。但是这场比赛中，努内斯和奥莱利同时前提，这相对于之前激进了很多。瓜迪奥拉这也是憋着一股子气哈，要把之前的2连败生的气全撒到利兹联身上。这利兹联也是赶上了，本来就是一场平平无奇的联赛，怎么整得我很强一样？你曼城轮转是为了打我？这不就是给我上压力啊？而且这场比赛，哈兰德只要进球就能完成英超第100个进球，这打算把哥们儿往耻辱正路上定啊！成为哈兰德创纪录循环播放进球的背景板啊！所以利兹联心一横，首先无论如何不能让哈兰德进球啊！1防1哈兰德肯定不够，2防1，我觉得也够呛，3防1我觉得可行。3角形是最具稳定性的，我们采取肉夹馍战术，击死哈兰德。所以本场比赛基本上与哈兰德无关了。这些你只能当做小花絮来听啊，因为这并不是上半场曼城打出优势的原因。曼城上半场能打得好，在于利兹联的后场防守体系。利兹联防守阵型是4-4-2，其实弱队对阵强队时候呢，很少敢用这种防守体系。第一点，如果你双边前卫回撤帮边路防守，那你中场实际只有2个人。而曼城无论是福登、莱恩德斯、尼科，甚至多库都会占中路接球。曼城打中路是有人数优势的。如果你双边补中路的话，那曼城在双边后卫奥莱利和努内斯全推上去的情况下，曼城边前卫和边后卫将直接对话到你的边后卫和中卫，也就是说你的内部左在一侧会有巨大空间。所以只要利兹联防守阵型是4-4-2，那双内部防守将直接被打穿。开场第1分钟进球就是如此啊。其实上半场在左路，多库同样和奥莱利多次打穿，差点形成进球。所以利兹联又把防守阵型调成了6-3-1，就是双边锋完全回边路做身位防守啊，结果中路就完全空了。而且利兹联的右边锋丹尼尔詹姆斯，后面咱叫 DJ 了哈，他就是一把双刃剑。在反击过程当中，他的速度面对曼城后防线是有优势的，但在面对曼城进攻时，他拉回来对位到多库时候防守形同虚设，而大部分时间内利兹联都处于守势，全被力红 ，DJ 是要下掉的。曼城在上半场依靠定位球打入第2进球，其实曼城上半场表现2球领先的优势是正常的。这里你们需要记住的是，第1球来自努内斯助攻的福东，第2球是格瓦迪奥尔打进的，因为这些人名才是本场比赛主人翁。纵观曼城上半场优势，除了曼城进攻投入多之外，更与利兹联防守体系的不恰当有直接关系。所以利兹联下半场一上来就进行换人调整，下掉2名边锋，上中后卫和中锋勒温，非常明确的3中卫体系。进攻时是3-5-2，防守是5-4-1，从速度冲击变成肉搏战。防守上不论是宽度还是中场拦截明显提升了。这一变阵下半场一开始就收获到了很好效果，曼城极度不适应，就眼瞅着曼城距离丢球越来越近。就在这关键时刻，多纳鲁马倒下了。没错，这哥们又开始炸伤了，如同欧冠大巴黎对阵利物浦时一样。不得不说哈，多纳鲁马是会阅读比赛的，这炸伤时机刚刚好。于是瓜迪奥拉迅速的把曼城场上球员都叫过去了，重新开始布置战术。不过多纳鲁马也有一个小瑕疵哈，以后炸伤的时候呢，站起来的时候不要笑，稍微装作痛苦一点点表情，要不裁判就看穿了你那点小心思，留下了坏印象，以后不一定都管用了。在瓜迪奥拉调整完之后呢，果然场上局势不一样了。曼城的后防线立刻开始抽象起来，
压根毫无威胁的利兹联进攻，在格瓦迪奥尔完全卡住防守身位情况下，努内斯巧妙助攻勒温扳回一球啊！努内斯奉献了本场比赛第2个助攻，把帮助曼城进球的助攻还回去了。那一瞬间，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个队的。有1万种处理球方式，他偏偏选择最烂的那种。而此时，曼城场上有名球员已经完全没用了，他就是赖因德斯。在曼城上半场战术全面占优情况下，还能看他拿球推进一下。当然，他的推进也不是很合理哈，有点拖沓，不够简洁，和其他曼城场上球员节奏完全不一样。到了下半场，曼城稍显被动情况下，进攻端他共同同意不存在了，而他防守覆盖面基本上和你的指甲盖差不多大，还慢半拍，这根本不是没能力哈，也不是没球商，他无球和有球时是2个球员，而且有球时处理的不够简洁。曼城在下半场回收一下打反击，其实也是可行的选择，但防守出漏洞和反击上不去，与他关系就比较大了。更让曼城雪上加霜是，格瓦迪奥尔随后又送点了没错，就是帮曼城打进第2球的功臣，真有意思。他和努内斯2个一会儿功臣一会儿罪臣的，这2个丢球其实曼城都可以避免的。现在你可以重新审视一下曼城这条后防线了。从防守角度上讲，曼城这套后防很难排进英超前6光看身价没用，多纳鲁马扑出了点球，也架不住利兹联的补射呀。从个人层面上讲，多纳鲁马本场已经燃尽了，能用的招全用了，也阻挡不住曼城丢2球曼城被追平后情况依然没有好转起来，一直等到了希尔基替换赖德兹出场。希尔基一上来，首先活动范围比赖德兹要大，其次他处理球比赖德兹快多了。曼城现在不是那支进攻拖拖拉拉无效传控的球队了，他现在是传的也快，边路起传中也坚决，但曼城距离进球还差一些。而利兹联反击仍然足够威胁曼城，瓜迪奥拉已然不管了，这场再拿不下3分就3场不胜了，又得挠头抠鼻子了，得变，得大变呀。首先他没启用萨维尼奥，光这点就可以给他高分了，这种混乱局面萨维尼奥上场可能会帮倒忙。其次他上了马尔穆什，注意马尔穆什打的是2前锋，当时曼城的阵型接近于4-1-3-2，哈兰德在领着3个保镖情况下，马尔穆什在身后等待机会，结果还真让他等到了，可惜头球攻门被门将没收了。当时那个局面，利兹联和曼城谁都有获胜可能性。从进攻上讲，曼城边队更多了，从防守上讲已经稀烂了。在哈兰德被冻结情况下，曼城到底该指望谁来终结比赛呢？到底谁才是曼城真正可以倚仗那一位呢？曼城会像利物浦那样，明明前场大牌云集，但谁都指望不上吗？兄弟，福东告诉你，什么叫做有始有终，打破僵局由我来，终结比赛之时还是我福东。福东这里进球与曼城进攻有多精妙毛关系都没有，完全凭借其超强的个人能力和竞技状态，尤其是个人意志力。利兹联在这次防守当中并没有什么问题，福东在横向摆脱过程当中每一步带球都很不舒服，每一步都要赶着踢，而他就是能硬生生扭回身子来，调整好射门姿势，从人群中把球射向球门。格瓦迪奥尔在这时做出他全场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使出吃奶的劲儿，一个大跳，给福东让出射门空间。这个进球可以算他 0.01 个助攻。此球不止让曼城赢下比赛，对于曼城场上球员来说有一种救赎感。2球领先被追平，球员连续犯错误本可能是士气打击的一场比赛，但福东硬生生拉回来了，谁能不激动呀？场边瓜迪奥拉真该好好感谢福东因为本场瓜迪奥拉临场调整依然不够，哈兰德被冻结情况下真的需要2前锋马尔穆什，而边后卫在明显被对手冲击扛不住情况下，胡桑诺夫这张牌绝对是有用的。赖因德斯更应该早早下掉，不过曼城打入第3球之后他倒是做对了，秒上斯通斯，光速版大巴，这有点像啥顺风了脑子挺清楚，逆风了稀里糊涂的。我建议以后研究对手的时候，你别管是不是3中卫和4后卫体系了，你就做好两手准备，4后卫该怎么搞，3中卫变5后卫该怎么去破，情势不对直接开狗也没什么大不了。
该通过换人提高防守用度做就是了。其实现在曼城的反击好，更有利于哈兰德发挥。